那一道炽烈的刀光实在是太过于耀眼，简单直接，却让杀意遍布这一片天地。那些身在基地里的领风组战士们看着此景，哪怕隔着老远，一个个身上也都感受到了浓重的寒意。这一刀劈出，竟是让整个基地里的激战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刀光沿着公路暴涌而来，随后落在了情报局的一台越野车上。吭轰，突如其来的巨响震得所有人一哆嗦。这台车居然当场被劈到爆炸了，浓浓的火光朝着四周迅速蔓延，周遭的好几个情报局成员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躲避的动作，直接被生生炸飞，变成了燃烧的火人。紧接着，那哒哒哒的脚步声再度响了起来。这和当初博洋每一脚都踏碎路面不同，他每一步都不重，路面也依旧完好，但偏偏众人能听到这脚步声，并且情不自禁地被这声音所吸引。似乎这脚步声里隐隐有着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众人透过火光的缝隙，已经看到了一个年轻的身影。虽然隔着这距离还看不清面庞，但也能够看出来，此人的身形挺拔矫健，气质锐利如刀。亚当斯的眉头狠狠皱了起来，对方那一刀所产生的破坏力，让他感觉到了浓重的危险。该死！他忍不住地失声喊道：东洋怎么会有这样的高手？苏无忌咧嘴一笑：谁说这是东洋人了？就不能是华夏人吗？邓红宇也笑了，他的脸上明显有着欣慰之意。金奥利深深地看了苏无忌一眼，越发觉得自己最近这一步棋走得无比正确。亚当斯的表情难看至极，他在原地沉默了几秒钟，并没有立刻站出来对抗这名年轻的超级高手，更没有向手下下达任何反攻的命令。他看了看那个朝着此地走来的年轻高手，又看向一旁的卡希尔，说道：你带着考克斯从另外一边离开，快点！此时的考克斯依旧是处于魂不附体的状态，那险些被手雷炸死的经历让这位大少的冷汗还在不断流着，目光甚至有些呆滞，对此刻发生的事情好似浑然无所觉。好，卡希尔说着，立刻背起考克斯，想要从基地的另外一个出口撤退。可这时候，一道娇俏的幻影陡然间袭来，速度极快，直接杀向了卡希尔的侧面，正是中崎奈美。他人还未到，四枚手里剑便已经甩出来了。这锐利的破空声已经封死了卡希尔的所有角度。卡希尔不得不把考克斯丢在地上，迎战这名东洋上人。然而中崎奈美并不是正面强攻，他仗着急速身法，释放一两招攻击之后便立刻闪开，还是以袭扰为主。这样虽然不至于对卡希尔造成什么致命伤害，可他撤退的脚步却直接被拖住了。这时候深田雪乃也带着几十名家族私兵与领风组的那些武士们继续战斗起来了。他们的人数虽少，但是战斗力却明显高出一个层级，彼此间配合也都是使用特种部队的进攻战术。和他们相比，领风组的那些武士们更像是散兵游勇，各自为战，无论是杀伤力还是防御力，和深田家族的队伍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亚当斯看到了卡希尔的遭遇，已然确定今天必然凶多吉少。可是如果就这么撤了，怎么向局长大人交差？亚当斯再度看向了前方，那一道年轻挺拔的身影在一刀劈爆了一台车之后，
长刀于身侧平平举起，从左向右又划出了一刀。第二刀出现，这看起来根本没发力，出刀动作简直平平无奇。但是这第二刀的刀光却更加耀眼，如展开的扇面般暴涌向前，直接劈进了那一排拦路的车子里。哗啦啦，刀光所至，所有车窗玻璃直接被震碎。这些如利刃般锋利的玻璃碎片在炸开之后，好似天女散花，那些躲在车子后面的情报局成员们遭到了无差别的覆盖式攻击，惨叫声接连响起。这一刀过后，这30多人全都凄惨地倒在了地上，起码有10几个人已经变得满脸鲜血。那些碎裂的车窗玻璃深深嵌进了他们的面骨和颅骨，有的人2只眼睛都被碎玻璃命中，捂着脸，鲜血从指缝间溢出，惨叫声让人心悸。有人的喉咙上被玻璃钻出来一个血洞，倒在地上艰难地大口呼吸着，却什么都吸不进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断了气。除了头面部受伤的情报局成员之外，剩下的10几人则是直接被碎玻璃命中了身体。那些玻璃上所附着的力道极大，所造成的可并非皮外伤，甚至有的都完全钻进了情报局成员的胸腔、腹腔。这10几个人全部是脏腑受到重创。这扇面形的一刀简直是超级群攻。在这一刀过去了10几秒之后，这拦路的一排车辆居然都开始呲呲呲地冒出了火光。轰轰轰！在火光冒出之后，剧烈的爆炸声接连响起。显然，这些车子的车体和油箱已经被那隔空一刀全部破坏了。那躺在车子旁边的30多人全部被笼罩在了爆炸的范围之内，无一人幸免。在这年轻人挥出了2刀之后，亚当斯的这一支援军团灭。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此刻亚当斯隔着上百米看着这一切，觉得呼吸都要不顺畅了，内心处于强烈的震颤之中。他看了看手中的长刀，心中很清楚，对方对刀法的理解明显远胜于自己。其实亚当斯认为自己的综合实力也很强，如果真是拉开架势不要命的硬碰硬的话，不一定会落败。但即便胜了，必然也是惨胜，肯定会因此付出极大的代价。最关键的是，自己就算是能勉强战胜这个年轻的刀客，旁边还有一个不知实力深浅的暗影天王在虎视眈眈呢。要是让苏无忌知道亚当斯的想法，肯定会嘲笑他太会往自己脸上贴金了。雷蒙情报局今天栽了个大跟头，死了那么多手下，不仅人质没了，考克斯还丢掉了一只手。权衡了一下整体的利弊之后，亚当斯咬了咬牙，他决定撤了。一个迅猛的转身，亚当斯冲向了考克斯的方向。他直接拎起这位大少爷，趁着卡希尔还在和中奇奈美交战，如闪电般爆射向另一个出口。苏无忌并没有追来，那可怕的年轻刀客似乎也没有追的意思。然而几分钟之后，当亚当斯抵达另外一个出口的时候，他赫然发现在前方的路面上有一个年轻的身影，正手持长刀背对着自己。他似乎早就等在那里了，竟然是那位2刀团灭情报局支援组的年轻刀客。亚当斯的心骤然一沉，他直接把大少爷考克斯丢在了地上，然后反手拔出了腰间的长刀。你是谁？你的速度怎么能这么快？亚当斯的声音开始控制不住的发颤，他的身手只比博洋弱上一线，
在西方黑暗世界里也是能横着走的强者了。可是这个年轻的身影却让他感觉到了无以言表的恐惧。想想自己之前对于双方实力的判断，亚当斯的表情不禁满是自嘲了。我之前还以为自己说不定可以勉强战胜你，可现在……亚当斯摇了摇头，你的速度让我根本看不到半点胜利的希望。那年轻男人转过身，缓缓朝着这边走过来。哒哒噔的脚步声再次响起，这脚步的韵律落在亚当斯的耳中，让他有些不舒服，似乎心烦意乱的感觉又加重了一分。在意识到了自己的心态之后，亚当斯不禁有些悚然。这个年轻男人竟是仅仅通过脚步声便影响到了自己的心态，这简直离谱。上一次自己的心态受到了这种影响，还是在……这时候，那个年轻男人缓缓开口，亚当斯的思绪随后便被打断。雷蒙情报局来到东亚，属实是有点把手伸得太长了。这年轻男人淡淡开口，刚刚你们差点把我的弟妹逼死了。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无疑说明之前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一直被不在现场的他以某种方式关注着。亚当斯的心再度一凉，他忍不住地说道：是他主动拿的手雷，况且这女人没死。亚当斯能说出这句话，表明他的气势已经很弱了。这并不会影响你们的下场。年轻男人的话语不含一丝感情，冷漠如冰。亚当斯觉得对方这句话里的杀意有如实质，似乎已经直接宣判了他的死刑。混蛋，你知道他是谁吗？亚当斯再度揪起了正在浑身发抖的考克斯。他是雷蒙局长的儿子，你如果杀了他，雷蒙情报局一定会全力对付你的，在这地球上你将根本找不到藏身之地。那年轻男人淡淡说道：哦，原来是雷蒙的儿子，那他更得死了。可是对面男人的长刀已经抬了起来，这动作并不快，甚至还透着一股轻缓的感觉，那刀锋之上却骤然凝聚了无穷的杀意。这一慢一快形成了极致的反差，让亚当斯一瞬间以为自己的眼睛似乎出了什么问题。唰，下一秒亚当斯便感觉到似乎有一弯星月骤然滑到了自己的面前，他想都没想，直接把手中的考克斯丢了出去，迎上了那星月般的刀光，鲜血瞬间泼洒出来。考克斯连惨叫都没有发出，便已经被这弯星月给腰斩成了两截。当这位雷蒙公子的上下半截身体同时掉落在地的时候，鲜血和内脏一起涌出来。考克斯的上半身还在不断打滚，痛得大骂：亚当斯，敢拿我当刀，我杀了你！考克斯大骂道，但这骂声却越来越虚弱。可是这时候亚当斯却已经顾不得考克斯临死前在骂什么了。那一弯星月已经掠过了他，射向了远方的夜色，而亚当斯却举着刀，双眼圆睁，怔在原地。下一秒，啪一声轻响，他的长刀从中断成了两截，而亚当斯的肩膀衣服上也开始缓缓淹出了一圈血线。紧接着他这一条胳膊齐肩而断。巨大的惶恐和震惊使得亚当斯浑身都在颤抖，似乎都忘记了断臂之痛。而那年轻男人的淡淡声音再度响起：回去告诉雷蒙，杀他儿子的人叫苏念。亚当斯结结巴巴，声音颤抖：
苏念。那年轻男人继续说道：再带给他一句话，情报局如果再敢妄图踏足东亚，来多少死多少。苏念完全可以当场留下亚当斯的性命，但是他却并没有这么做。显然以他的实力，根本无惧雷蒙接下来的报复。等亚当斯缓过神来，那位年轻男人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了，眼前只有考克斯那断成了2截的尸体，弥漫鼻尖的只有浓重的血腥味道。亚当斯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断臂，没有去捡，面色阴晴不定，明显是在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办。他知道，以雷蒙的能量，说不定到最后能查出来是自己把考克斯丢出去挡刀的。到时候自己还要承受雷蒙的惩罚，后果必然比断了一条胳膊要惨烈得多。与其如此，干嘛还要回去？那就不回去了。亚当斯咬着牙下了决心，他满脑子都是自己活命，已经准备找个地方藏起来苟活下去了，根本没有想着要把苏念的话带给雷蒙。在苏念出刀逼得亚当斯逃跑之后，苏无忌也没有闲着，直接杀向了卡希尔。此时的卡希尔正被钟琪奈美袭扰得无比头疼，打又打不着，想脱身又做不到，简直烦不胜烦。他也知道再拖下去自己非得把性命交代在这里不行，可就算是逃回去了，此行对考克斯保护不利，8成也要被雷蒙局长狠狠惩罚，横竖都是个死。可是就在卡希尔刚刚打飞中齐奈美的3枚手里剑之时，心中忽然涌出了极为清晰的危险感觉。一道紫色剑芒已经在他的身后骤然亮起，强烈的死亡气息随着剑光暴涨，夜色仿佛都被这一道紫色闪电生生劈开。卡希尔想都没想，用最快的速度直接扑向了一旁。之前与这家伙对战的时候，苏无忌有所留手，现在则是无所顾忌。紫色剑光大开大合，那杀意浓烈到犹如实质，似乎让这一片区域的温度都下降了好几分。而被这杀意所笼罩的卡希尔更是觉得如坠冰窖，身体都开始变得僵硬起来，以至于躲避动作都本能地慢了一分。唰，紫色剑光擦着卡希尔的身体而过，他立刻控制不住地发出了一声痛吼。这位调查官虽然避开了要害，可他左小腿上的肌肉被苏无忌这一剑削飞了一大块，就连肌腱都断了。连续翻滚了好几圈，卡希尔还没来得及停住身形，却更加惊恐地发现苏无忌的紫色剑芒如影随形，竟是又朝着自己当头斩了过来。卡希尔只能双手抱头护住要害，再度艰难躲避。这一旦处于了被动挨打的境地，接下来就根本不可能翻盘了。卡希尔的脑袋是护住了，可是他在翻滚之时，左脚却挨了一剑，大半个脚掌都被切下来了。他的这只左脚此时只剩下脚后跟了。卡希尔翻滚之后，顺着惯性站起来，断脚才刚刚触碰到地面，便让他疼得当即摔倒在地。耶，哈哈！卡希尔疼得浑身都在发颤，惨叫声简直惊天动地。苏无忌又是顺手一剑，直接从卡希尔的右脚脚踝扫过。这一下，后者的右脚直接被骑着脚腕切断。卡希尔痛得浑身颤抖，他现在连站都站不起来，只能任人宰割了。然而这时候，嗖嗖嗖，3枚手里剑接连射来，有2枚分别钻进了卡希尔的左右肩膀，
而最后一枚手里剑则是直接穿透了他的腹腔，没入了地面。鲜血从卡希尔肚子上的窟窿里汩汩涌出来，这一下连他的膀胱都被插到爆开了。正是中崎奈美出手了。身穿黑衣的漂亮上人此刻正站在旁边，双手叉着小蛮腰，大口深呼吸着，紧身衣的曲线起起伏伏。经过了这一场大战，他明显也是累得不轻。中崎奈美似乎觉得这样呼吸有些不太痛快，于是一把扯下了自己的蒙面黑巾，顺手用它擦着脸上的汗。苏无忌看着这小上人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汗湿的娇俏脸颊，抬起了右手道：奈美干得漂亮。啪！小明星也抬起手来跟他击了个掌。两人此时这样子看起来倒是有点像战友了。此时领风组基地里的喊杀声已经渐渐弱了下去。虽然他们的人数占据优势，可是在苏念用出了那惊艳的2刀之后，基地负责人中村野树看到情形不对，已经带着亲卫率先撤退了。其他的武士失去了主心骨，一下子便是毫无战意，直接树倒猢狲散。辛苦了。苏无忌说道：谢谢，不辛苦。中崎奈美看了看面前的青年，犹豫了一下，终于忍不住提醒了一句：你之前答应我的报酬1200万美金，别忘了给钱。其实苏无忌之前还利用文字游戏赖掉了5000万，这小上人居然很有良心的没提这事儿。我欠你这么多钱。苏无忌眉毛一挑，问道：对呀，那8个情报局的成员冒充忍者来袭击你，你说过的，每打趴下1个人就给100万美金，一共800万。中崎奈美记得很清楚。另外你还说要让雷蒙情报局去赎回这8个人，每人的赎金也是100万，然后等钱到账你就跟我对半分，这一笔是400万。中崎奈美，咱们好不容易打了一场大胜仗，建立了坚实的战友情，能不能不要总是把钱挂在嘴边？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谈钱很伤感情的。小明星觉得苏无忌说的貌似是有些道理的，但他还是说道：可你之前答应过我的。苏无忌说道：前面的800万我可以给，但后面的赎金基本上不可能要得回来了。中崎奈美一听到苏无忌又要赖掉400万，立刻着急地说道：为什么呀？你想啊，我哥这会儿肯定已经把雷蒙的儿子给宰了，雷蒙肯定会把这笔血仇算在我头上，他沉浸在丧子的悲痛之中，还愿意给我掏800万赎金。苏无忌扫视了一下现场的情形，随后接着说道：换作是你，你会这么做吗？中崎奈美倒是很容易讲价，他抿了抿嘴，好像有道理，那这笔钱就算了，你把800万付了就行。苏无忌站在中崎奈美的身边，抬手指了指这一片基地。今天晚上领风组遭受了史无前例的重创，没有10年时间，怕是都恢复不过来元气，对不对？中崎奈美：可是这和800万美金有什么关系？苏无忌一脸认真：现在领风组的集战力被我大幅度削弱，正是你们甲贺流崛起的好时机，这种机会多少个800万也换不来呀。说着他还踢了踢被钉在地上的卡希尔。喂，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卡希尔正疼得直打哆嗦，他听了这话差点没哭出来，心道：妈的，我敢说不对吗？很有道理。这位调查官忍着剧痛艰难地说道。苏无忌摊了摊手：听到了吧，我没骗你。妈的，老子要是之前就知道暗影天王居然无耻到了这种地步，肯定提前改变战术。
中崎奈美思考了一下这其中的逻辑关系，似乎觉得苏无忌说的还是颇有道理，于是强忍着肉疼的感觉说道：那好吧，如果还有下次，你不许赖账了啊。苏无忌看他这样子，竟是有点于心不忍，拍了拍中崎奈美的肩膀：放心吧，我这人不是很看重钱，跟我合作保证你能吃到饱。中崎奈美根本不相信，但摆在面前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于是说道：那我先回去联系甲贺流，让他们来接收领风组的基地。你等等，苏无忌说道：我先给你点甜头，不然你会以为我是个光说不干的人。随后他低头看向了被钉在地上的卡希尔：你把你所有的存款全部转给这位美女忍者。5分钟后，小上忍收到了170多万美金，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交战现场。这种齐奈美的性子挺单纯，容易被有心人利用。一道声音在苏无忌的身后响起，正是苏念。他就坐在几米之外的台阶上，静静地擦着刀，看起来已经来了一会儿了，只是居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嘿嘿，哥，你是在说我利用他吗？苏无忌咧嘴笑道：怎么可能？你那么纯洁善良，怎么可能利用别人呢？苏念把刀插回了刀鞘，站了起来，唇角也露出了一丝笑意。他的个头比苏无忌要略高一线，眉眼和老弟有3分相似，但是五官整体显得更加锐利一些，无论是眉骨、鼻梁还是下颌线皆是如此。但是苏念却有着比普通男人浓密一些的睫毛，这长睫毛丝毫不显阴柔，反而中和了他脸型的锐利感，把颜值又往上拉了一个档次。而这细密的长睫毛就是遗传自他的母亲。对，由于老爸的一些风流往事，苏念和苏无忌并不是同一个妈。这种情况下，苏家的后代之间还能相处得比较融洽，这也算是奇葩了。苏无忌走到苏念的身边，张开双臂，咧嘴一笑：哥好久不见，想你了，抱一下吗？苏念嫌弃的一把推开：都是男人，抱什么抱？你抱弟妹去。苏无忌嘿嘿笑道：我是不知道你最近也在东阳，不然我哪里还需要费那么大的劲，直接给你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苏念面无表情地捶了他胸口一下：你别乱说，我也是恰巧路过这儿，顺手帮你一把。苏无忌哈哈一笑：哥，你别这么怕老苏，他就算知道了又怎么样？就你这实力，咱俩联手还打不过他了。老苏他还想到反天罡。听到苏无忌居然要到反天罡的对付老爸，苏念被这话搞得表情都有些艰难了。他看了看老弟，沉默了好几秒，才艰难憋出一句：要打你自己打。苏无忌说道：哥，你就是太谦虚了，我觉得就凭你刚刚的第一刀，绝对能打哭老苏。他又沉默了几秒钟，才拍了拍苏无忌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老弟，你要是再这么跳，我可护不住你。你多久没被咱爸用拖鞋抽了？起手。苏无忌嘿嘿一笑，又问道：咱妈最近怎么样，身体好吗？苏念说道：最近在德芙兰西岛上天天看海呢，等你忙完国内的事情，要是有空去陪陪她。你嘴甜，她最喜欢听你讲话。苏无忌点点头：等手头的事情结束了，是该去看一看。苏念排行老大，平时的话不算多，但见到这性子跳脱的老弟，聊天的欲望便被不自觉地勾出来了。对了，你知道甲贺流现在的大本营在哪里吗？由于领风组和甲斐穗风流在东洋国内的崛起，甲贺流在很多时间里都是不得不偏居海外，他们在东洋国内
几乎没有生存空间，甚至会面临那2大势力的赶尽杀绝，只能依靠米国的资助才能苟延残喘。不然稍有不留神，甲贺流都会面临整个流派断绝传承的后果。在哪儿？苏无忌说道。我一直以为在米国啊。就在德弗兰西岛。苏念说道。有空让中崎奈美邀请你去参观一下，还是挺有意思的。苏无忌扭头看着自己的老哥，露出了一个男人都懂的笑容来。哥啊，你天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能让你这么没意思的人都觉得有意思，看来那里是真的很有意思，我必须去意思意思。苏念斜了他一眼，呵呵一笑。你也就只剩口嗨了，能把处男之身留到现在，真不容易。苏无忌被戳到了痛处，脸迅速垮了下去。两人一边说着话，一边朝着邓宏宇的所在位置走去。这位华夏的传奇特工，此时由于过度疲惫，已经靠着岗亭墙壁睡着了，而金奥利则是始终警惕地守在旁边。苏无忌见状，试了试对方的鼻息，发现呼吸非常平稳，也就暂时没有打扰。金奥利看到苏无忌走过来，立刻说道：再等10分钟，我安排的救护车就要到了。我查看过了，这位特工叔叔受的都是外伤，没有生命危险。这次谢谢你了。苏无忌的表情很认真。金奥利轻轻摆手，随后苦笑了一下。天王大人不用客气，我先去盘点一下我这边的损失。说完，他便走进了这基地，逐一辨认手下人的尸体。这时候，岳冰凌拎着已经打空了子弹的突击步枪，快步走了过来。之前在苏无忌对付卡希尔的时候，岳处长便又主动出击了。不到10分钟的功夫，起码又有7、8个领风组成员死在了他的手上。岳冰凌走过来之后，和苏无忌一样，先看了看邓宏宇，发现后者平安，于是明显松了一口气。苏无忌一见岳冰凌，一把将他拉过来，没好气地说道：小岳岳回去再跟你算账，先过来见见咱哥。岳冰凌已经摸清楚了苏无忌的路子了，他高兴的时候就喊玲玲，不高兴的时候就喊岳岳。岳冰凌抿了一下嘴：哥你好。对于平日里不怎么讲礼貌的岳格格来说，连对自己的亲哥都是直呼其名，能让他客客气气地喊出一声哥也是不容易。此时岳冰凌的头发有些微乱，俏脸之上也沾染了些许灰尘和血迹，但这战地的气息与尘埃却让平日里冰冷的他多了一抹别样的动人风情。苏念笑着说道：弟妹你好，我叫苏念。弟妹。岳冰凌被这称呼搞得愣了愣，那眼波中多了一抹平日里难寻的涟漪，以及微不可察的慌乱。苏念看了苏无忌一眼：难道不是弟妹吗？岳冰凌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于是本能地看向苏无忌，似乎想等他说出答案来。苏无忌说道：嗨哥，你别乱弹琴，我和玲玲现在还是好朋友。听了这话，岳冰凌眼湖中的涟漪似乎稍稍凝固了一下，于是把目光从苏无忌的脸上收了回来，又抿了抿嘴，也跟着说道：是朋友。看着此景，苏念略感无奈，摇了摇头：弟妹，我这弟弟平时脑子挺好用的，就是在某些方面特别的迟钝，你多担待一下。岳冰凌轻轻点头，也是难得笑了一下：确实是有点迟钝。苏无忌不爽地说道：我哪里迟钝了哥，你不把话说清楚可不能走啊，在玲玲面前不能这么拆我的台。岳冰凌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你别这样跟哥哥说话。这动作，这语气，
看起来着实是有点像是老婆在管自家的小男人。苏念笑了起来，这是他今天亮相之后笑容表情幅度最大的一次了。这时候，一个全副武装的战士走了过来，却是深田一先天。他先摘下头盔，又摘下了护目镜，对着苏无忌伸出手来，眼眸亮晶晶的。无忌，欢迎来到东阳，我们都期待已久了。苏无忌和他握了握手。易先部、雪乃，这次真是麻烦你们了。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现在他只要一见到深田雪乃，脑海里就会自动循环起徐小浪的那几句骚话来，然后所有的遐想便被勾起来。深田雪乃没弄懂这称呼，但觉得并不重要，而是客客气气地说道：不麻烦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在华夏为我们做的更多。只是握手的时候，他是双手握住了苏无忌的手。了解深田雪乃的人都知道，这对他而言是个很反常规的动作了。苏无忌，这确实是，我们的确为你们做了很多。他随后转向了岳冰凌，先是鞠了一躬，随后敬了个军礼。岳处长，欢迎来到东阳。这又鞠躬又敬礼的，跟与苏无忌刚刚直接双手握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时，这两个颜值超绝的姑娘站在这飘着血腥气味的夜风里，倒也是极为动人的风景。可最让苏无忌觉得妙极的是，岳冰凌和深田雪乃的行事风格真的很相似。一个为了任务的成功可以直接不要命，另外一个则是愿意亲自当诱饵，把自己置身于最危险的境地里。两人皆是极其坚守原则。岳冰凌的行事风格是不近人情，而是深田雪乃平时对人对事也是冷若冰霜。苏无忌介绍了一下苏念，这是我哥。深田雪乃也鞠了一躬，然后上前跟苏念握了一下手。哥哥你好，我叫深田雪乃，是无忌的朋友。苏念看了苏无忌一眼，说道：你们聊，我去看看邓叔叔。老弟被两个冰冷妹子夹在中间，自己才懒得替他解围。深田雪乃接着说道：岳处长，这次您难得来到东阳，接下来就由我们全程招待吧。关于接下来的行程，我这边都安排好了，您要不要？不必了。岳冰凌淡淡说道：我和小季季单独逛一逛就行。深田雪乃那碎冰般的眼眸里难得露出了错愕的目光，问道：小季季是指无忌吗？苏无忌捂了捂脑门，随后对深田雪乃说道：雪乃，我和小琳琳一起逛一逛就好，不用麻烦东阳军部和深田家族了。听了这话，岳冰凌脸上的线条稍稍缓和了一些。然而深田雪乃这次却并没有尊重客人的意见，他坚持着说道：这一次领风组受了重创，必然会集中所有力量进行报复，你们接下来在东阳的每一天都将处于无穷的危险之中，你们是我们的贵客，我们必须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岳冰凌冷冷淡淡地答道：那我们可以回国。深田雪乃立刻看向苏无忌：无忌，你要多留几天吗？苏无忌咳嗽了2声：我和玲玲商量一下再决定。岳哥哥没吭声，但从那柔和的面部线条来看，他应该很满意苏无忌的态度。这时候，一排救护车已经驶来了，这都是金奥利刚刚所做的安排。他不只要送邓红宇去医院，还要看看自己所带来的那些手下有没有需要抢救的。这一仗对金奥利来说确实是损失巨大，但起码付出了这么多人命之后，他让苏无忌看到了月影神殿的诚意。岳冰凌和苏无忌小心抬着邓红宇上了救护车，风驰电掣地驶向东阳首都最好的医院。
金奥利这边还有几个手下身受重伤，虽然奄奄一息，但说不定也能被抢救过来。然而金奥利即将登上救护车的时候，却被苏念叫住了。等等。苏念走到这姑娘面前，定睛看了看对方的脸。此时金奥利只觉得面前这个青年浑身上下似乎都充满了锋利的气息，这种气质和刚刚与苏无忌聊天的时候截然不同。光是这种气质就给人带来了强悍的压迫力。苏先生您。金奥利稍稍往后退了一步。您这是要干什么？苏念的眼角有一线细纹，那是他总是不自觉眯眼睛所导致的。此时盯着金奥利那张沾染了不少灰尘与血迹的俏脸，苏念再度微微眯眼，声音锐利的如同鞘中长刀。我见过你，你小心点。其实邓红宇虽然看起来比较虚弱，但大部分都是皮外伤，而且年轻时把身体的底子打得极好，所以哪怕看起来被折磨得很惨，可睡了2-3个小时过后，他就已经恢复了精神头。不过那骨瘦如柴的身材和暗沉的肤色，还是说明邓红宇在过去的10年里过得十分凄苦。在这个过程里，岳冰凌始终陪在病床边，搞得苏无忌想教训他都没有机会。邓叔叔，您醒了。岳冰凌说道。苏无忌已经端着一杯温水等在旁边了。邓叔叔，苏安邦估计在执行任务，我还没联系上他。苏无忌扶着邓红宇坐起来，把水端到他跟前，说道：要是让他知道找到您了，估计能激动死。他对您比对我爸还亲呢。10余年前，邓红宇从线人口中得到了情报，有人要袭击还是少年的苏安邦，于是老苏家将计就计，配合着邓红宇顺手设了个圈套，把幕后真凶也给引出来了。当时如果没有邓红宇提前告知，苏安邦当初真的要吃大亏，说不定便是性命不保。但苏无忌也注意到了，邓红宇明显认得苏念。在苏念出场挥出第一刀的时候，老邓的脸上竟是透出了些许欣慰之意。无忌，一转眼你都长这么大了。邓红宇看着面前青年的脸，赞许地说道：不错，真不错，苏家代有才人出啊。苏无忌颇感意外。邓叔叔也认着过。邓红宇笑道：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听了这话，苏无忌一下子很不理解了。既然如此，10年过去了，我爸他们怎么会没找到你？的确，邓红宇可是苏安邦的救命恩人，也救过岳冰凌的命。无论是苏家还是岳国泰，亦或是现在正当红的宋鹤鸣，如果他们真的认真找了，怎么会10年都找不见他？而在过去的2年里，苏无忌也让人多方打听，帮老哥寻找救命恩人，却一直没有消息。除非邓红宇故意不想被他们找到。邓红宇笑了起来：要让他们把我找到了，可不就影响了绝密任务了吗？绝密任务？苏无忌和岳冰凌都明显震惊了一下。显然老邓说出的这个答案和他们预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们还以为您是受到了迫害。岳冰凌说道：严格说来确实如此，不过我是将计就计，主动入了局。邓红宇的眼神变得深邃了起来，说道：他们没找到我，一方面是真相还没查出来，我不想被找到，另外一方面是对付我的那个家伙确实有点水平。苏无忌的眼睛里流露出了危险的光。邓叔叔是谁干的？邓红宇摇了摇头：这案子横跨10几年，关乎组织内部的通敌大老虎，所以
我现在不能对你们讲明原因。听了这句话，苏无忌的眼睛里涌现出了强烈的佩服之意。为了挖出内部叛徒，邓红宇能够颠沛流离10余年，甚至大部分时间都是被囚禁的，这样的精神实在是让人敬佩。苏无忌立正，右手划至眉间，敬了个军礼，道：您是真正的战士。他毕竟曾经在特种部队里兼职服役过，执行过很多次特殊任务，此时用军礼来向邓红宇表达敬意，也是理所应当。邓红宇笑了笑：你小子跟我客气。苏无忌又问道：邓叔叔现在算是结案了吗？还没有完全结案，但所有答案都已经找到了。邓红宇说着，看向窗户外面的夜色，轻轻一叹：现在正是黎明前的黑暗。他那苍老又瘦削的面容，无言诉说着这些年的岁月沧桑。苏无忌觉得喉咙有些堵得慌，而岳冰凌则是侧过身子，轻轻擦了擦眼角：我有点累了，再睡一会儿。邓红宇看着这一对年轻男女，笑着说道：忙了一整夜，你们俩也找个地方休息吧。也不知道他究竟是真累了，还是要给这俩人创造单独相处的机会。而病房门口已经有国安和调查局的特工在守着了，楼下也有深田家族的私兵在巡逻。为了保护邓红宇，这间医院已经变成了铁桶阵。邓叔叔啊，您先休息。苏无忌对岳冰凌示意了一下，拉着他走了出来，来到了隔壁病房。宋局长，让我送邓叔叔回去。岳冰凌说道：回国专机已经安排好了，就在明天中午。虽然和苏无忌的东洋之行要提前结束了，但是岳冰凌并没有什么遗憾。在他的世界里，工作的优先级永远排在个人的前面，更何况此事关乎自己的救命恩人。这次的旅程虽然短暂，可无论是温泉地震，还是在领风组基地里的并肩作战，已经足够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回味许久的了。邓叔叔是该回去好好休养一下，他现在这身体状态实在不太好。苏无忌摇了摇头，轻轻一叹：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作战的战士们都是无名英雄，而像邓红宇这样的人，在这个国家还有很多。随后他想起了某个很关键的事情，双手抓住了岳冰凌的肩膀，瞪了他一眼，眼神竟是有些凶狠。还有，你以后不许这么玩命了，知道吗？要是在调查局内部，敢有人用这样的语气对岳冰凌说话，他肯定扭头摔门就走，即便是老宋，也绝对不会给面子。岳冰凌迎着苏无忌的目光，红唇轻启，轻声说道：我是在完成任务，从加入调查局的第1天起，我就写好了遗书，什么任务都是借口，他就是不想让自己成为苏无忌的拖累。自己临死还能帮苏无忌解决掉一个大敌，起码在岳冰凌看来，这波操作一点都不亏，一箭双雕。所以你就准备随时去死啊？任何任务，任何工作，都没有你的命重要，不要把自己的性命不当回事。苏无忌的语气明显不太好，一想起岳冰凌从袖子里掏出了2手雷，他就感觉到头皮发麻。岳冰凌轻轻说道：都已经过去了。在我这儿过不去。一看到岳冰凌这明显没听进去的样子，苏无忌就气得不打一处来。岳冰凌，你要是出事了，我怎么向岳童宇交代，怎么向你爸妈交代？苏无忌吼着，嘴巴都快要贴在对方的鼻子上了。这家伙长本事了，开始直呼其名了。岳冰凌盯着苏无忌的眼睛，声音仍旧轻轻：你只想着
怎么向我家里人交代吗？苏无忌看着他的眼睛，目光开始变得危险又认真，抓着肩膀的手劲儿又重了3分。你这个蠢女人简直笨死了，以后要是再做这样的蠢事，你就没我这个朋友。岳冰凌，你听见了没有？听了这句话，岳冰凌的眸子里开始变得亮晶晶的，似乎有着晶莹的银河在缓缓涌动。他随后微微低头，眼帘垂下，声音似乎更轻了。我知道惹你不高兴了，但你以往不高兴的时候都是喊我月月的。听了这话，苏无忌有再多的气也生不出来了。他摇了摇头，随后一把抱住了岳冰凌，右手轻轻压在对方的秀发上。好，月月，如果你死了，我会很难过，明白吗？岳冰凌靠在苏无忌的肩膀上，轻轻点头。他似乎是很认真地想了想，然后双手缓缓举起来，也同样反抱住了苏无忌的后背。这种和异性之间的拥抱，对于岳冰凌来说是很陌生的。以往岳处长排斥任何与他人之间的身体接触，不分男女，但现在面前这个青年的拥抱，却让他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心感，以至于不想离开。刚毅我好好活着。苏无忌说道，如果你再胆随随便便去死，我就让宋鹤鸣把你从行动处调走。岳冰凌居然还抬起头反问了一句，调哪里去？苏无忌恶狠狠地说道，这到皇后酒吧天天给我洗衣做饭陪我睡觉，哪里都不准去，憋死你。岳冰凌的唇角竟是难得的轻轻翘起，眸光之中似乎有着难言的情绪在涌动着。他轻轻说道，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无处可去，希望你的皇后酒吧能给我一个立锥之地。这句话让苏无忌也有些动容。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调查局，岳冰凌干的都是最铁面无私的活。毕竟纪检这种工作一旦讲了人情，就违反了纪律。这些年来，岳处长得罪的高官数不胜数，如果不是有岳国泰和宋鹤鸣在上面罩着，怕是岳格格早就被排挤走了。而一旦脱离了调查局，迎接岳冰凌的可不是闲言冷语，而是要命的明枪暗箭。苏无忌看着岳冰凌那认真的表情，也是明显有些动容。随后他的目光落在了对方的红唇之上。其实这个时候岳冰凌的俏脸上还有着血迹与灰尘，可是却更添动人的风情。两人距离那么近，上半身几乎贴在一起，那种男与女之间的天然吸引力已经毫无阻隔地爆发出来。于是苏无忌鬼使神差地微微低下了头，嘴巴开始向着岳冰凌的红唇凑过去。在意识到这青年要做什么之后，岳冰凌的身体一下子变得有些紧绷和僵硬，他的手心之中瞬间沁出了汗水，但是却并没有偏头躲开。就在苏无忌还差几厘米就将亲上去的时候，岳冰凌伸出了一根手指，按在了他的嘴唇上。你说过的，我们是好朋友。他的声音之中似乎带着微微的波动。可你现在要亲我？苏无忌很认真地说道。对啊，好朋友之间就是要亲亲的。在面对那些穷凶极恶的敌人之时，岳冰凌都不像现在这般紧张。此刻他的心脏简直都要跳出了嗓子眼，只能不停地深呼吸着。虽然之前已经在地震的时候被苏无忌抱过了一次，即便那时候穿得更少，可此时的拥抱和在温泉池边截然不同。我没骗你，真的，好朋友就是要亲切。苏无忌又强调了一句，我不信。
岳冰凌声音微微发颤，但仍旧没有把手指从苏无忌的嘴唇上挪开。他只是性子冷漠，又不是傻。其实两人的嘴唇之间，现在也只是隔着一根手指了，已经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彼此所呼出的温热气息。岳冰凌到这时候都还没有躲开，无疑可以说明他的所有态度了。然而苏无忌的嘴唇没有得手，双手却直接从后背滑下，发起了迂回进攻。岳冰凌的身体骤然一紧，感受到后腰之下的某个位置遭到了苏无忌手掌的火力覆盖，小岳处长像是受了惊的兔子一样，直接往后跳开。他的面色已经涨红了。其实之前在酒店里从草坪往温泉池走回去的时候，苏无忌当时走在岳冰凌的身后，看着那满眼白光，就有种难以自控的冲动了。而刚刚这一下，属实也是情不自禁。岳冰凌以前没有朋友，现在他只有一个苏无忌。但是和苏无忌究竟是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朋友，岳处长是清楚的。他少女时期便习惯于独来独往，对于友情这个名词其实并不算多了解。可是苏无忌已经不止一次救了他的命，以岳格格对于情感的理解，这种救命之恩早就超过了普通友情的范畴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岳冰凌总是会不自觉地想起这张年轻的脸。为了这家伙，岳处长已经当众怼了宋鹤鸣好几次了。他其实早就已经开始期待和苏无忌的东洋之行了，伤势刚好便直接来到灵州，甚至还提前给苏无忌买好了机票。这种期待或许就是一种情感的转变。当然，至于是不是在用执行任务来当此次行程的借口，岳冰凌自己都说不清楚。起码和他泡温泉的时候很开心，还想再泡，甚至还想再来一次小地震，到时候就有光明正大的理由可以被他抱着跑。这些还算是友情吗？从苏无忌的怀里跳开之后，乱七八糟的思绪闪过脑海，这让岳冰凌站在原地，咬着嘴唇，好像已经愣住了。看到他这沉默不语的样子，苏无忌还以为对方生气了，立刻说道：这我真不是故意的，就是男女在亲亲的时候手里总得抓点什么的。回过神来，苏无忌不禁觉得自己刚刚确实胆子够大，要是换做别人这么干，怕是直接被岳冰凌开枪打成太监了。他立刻补充了一句：那啥，对不起，是我冲动了，你别生气，别和我绝交了。绝交？这真的像是岳格格能干出来的事情。岳冰凌听了这话，望着对方的紧张神情，眼波轻轻一动，说道：你害怕我和你绝交吗？苏无忌提高了声调：当然怕了。岳冰凌的声音随后轻了下去：我没有怪你。苏无忌听了这话有点意外，下意识地伸出手，虚空抓了2下。这你都不怪我？刚刚手感真的好极了。岳冰凌平时的锻炼从来没有落下过，身材虽然不像蜜桃少校那般极致，但也足够紧弹韧，完美到没得挑。唉，下次要循序渐进，这次还是操之过急了。岳冰凌轻轻抿了抿嘴唇：我理解。说完，他背向了苏无忌，看着窗外那缓缓出现的一线天光，沉默不语。苏无忌说道：嗨，其实吧也没什么，毕竟本来你今天晚上不要命，我气得都要打你屁股的，现在只改成了轻轻一抓，算是便宜你了。岳冰凌咬了咬嘴唇，忽然有点不想搭理这个混蛋了。你摸了我，
还说便宜我了。苏无忌嘿嘿一笑，他正想说什么的时候，楼下忽然传来了些许动静。岳冰凌正看着窗外，眼光里也显现出了凛冽之意。是东阳武士，他冷声说道。此时有几台车驶进了医院的停车时，侧门打开，数十个手持长刀的黑衣武士走了出来。他们下车之后，直接把长刀拔出，将刀鞘丢到了一边，每个人皆是杀气腾腾。医院的楼下是有着深田家族的私兵在把守的，两边的人手已经迅速交战在了一起。而这一次，领风组的武士看起来个个精锐，尤其是在这种混战中，战斗力相当强悍，和深田家族那些堪称特种战士的私兵打了个有来有回。毕竟领风组培养精锐战力的秘密基地今天晚上受到了严重打击，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换作是谁都咽不下这口气。岳冰凌冷声说道：我下楼支援。不用。苏无忌说道：你去保护邓叔叔。他现在其实并不能确定，这些领风组的武士究竟是冲着报复自己来的，还是冲着邓红宇来的。毕竟在今天之前，邓红宇就是被扣留在领风组的秘密基地之中，这其中还有没有别的隐情，苏无忌说不清楚。两人立刻冲到了隔壁病房，邓红宇已经被楼下的喊杀声吵醒了。他起身之后往下方看了看，看来得准备转移了，这群不安分的东西。苏无忌立刻拉住了邓红宇，拉上了窗帘，说道：都要站窗边。如果这时候有狙击手埋伏，就会有些麻烦。邓红宇笑呵呵的，丝毫不紧张。小无忌，你就放心吧，我死了对他们可没好处。苏无忌：他们真是冲您来的。邓红宇说道：有些人不想让我回国，但他们也不想让我死。说着，他指了指自己的嘴巴：我的嘴很硬，这帮人可没那么容易撬开。这简单的几句话落在苏无忌和岳冰凌的耳朵里，却是无比的惊心动魄。显然，邓红宇在过去的10年里受了不少的折磨，可就是不把自己掌握的情况说出去，甚至还能数次完成惊险逃脱。岳冰凌跑到对面的病房，把窗帘掀开了一条缝，往外看了看，又说道：不只是武士，还有忍者。在远处已经有数十个身穿忍者服饰的蒙面人正高速冲击而来。他们没有和深田家族的私兵缠斗，而是直接一甩绳子，绳子前端有着抓钩，直接扣住了医院顶楼天台边沿。于是这几十个人便直接荡起来了，身形迅速上升，迅速从各个楼层的病房窗户突入。这病房楼最高就是5层，深田学乃此刻正在4楼。他之前安排了外围防御，内部也没有放松，每个楼层口都留下2名持枪士兵，而他自己则是在巡逻着，一刻都没有停下。可是面对这数十个突入大楼的忍者，这每层守住楼梯的2名士兵实在是太弱势了。4楼的2名士兵开了几枪之后，便被凌空而来的手里剑穿透了喉咙和胸口，相继倒下。深田学乃端着突击步枪连续射击，放倒了2名忍者，便立刻躲在了墙后。一堆手里剑叮叮当当地扔了过来。刚刚他的躲避动作但凡稍微慢一点，怕是都要被穿出10几个窟窿来。虽然这间医院已经变成了铁桶阵，可忍者的反常规战术还是让深田家族的士兵很不适应。支人呼叫支援！深田雪乃对着通讯器喊道。
深田家族的私兵如果乘坐直升机过来，最快也需要20分钟。这就意味着深田雪乃必须带着他这不到30名手下硬抗这么长时间。此时深田少校的神情冷冷，从中看不到任何惧怕。他取出一枚手雷，往对面墙上一扔，反弹滚落到了走廊里。轰！爆炸声响起，好几个忍者直接被炸翻在地，走廊烟尘弥漫，目不能视。各小组汇报情况。深田雪乃喊道。此时5楼的防御最为严密，10几个国安和调查局的专业特工全部持枪还击。凡是从5楼病房窗户突进来的忍者，全部在第一时间被华夏特工消灭了。苏无忌拎着紫色软剑，还站在邓红宇的身旁。冰凌，送邓叔叔下楼，我们突出去，直接去机场。苏无忌沉声说道。以那些武士和忍者的进攻决心来看，龟缩在病房里只会越来越被动。邓红宇说道。这次真是辛苦你们了。苏无忌笑道。越是这样才越是有意思。说着，他率先冲到了楼梯口，紫色软剑一扬，锐利的剑芒直接把2名忍者的上半身剖开了可怖的血口子。这2人之前没被手雷炸死，此刻本来正在和深田雪乃缠斗着，可挨了这一剑，顿时失去战斗力。深田少校反应极快，直接扑上去，干脆利落地用匕首割断了2人的喉咙。谢谢，他对苏无忌喊道。此时岳冰凌已经搀扶着邓红宇出现在了楼梯口。你和我开路。苏无忌喊着，一把将深田雪乃扯了过来。他的大臂一扬，紫色软剑一挥，一名从墙角冒头的忍者当即被劈开了脖子。苏无忌和深田雪乃走在最前方，上面还有10几个华夏特工来殿后。当心顶层天台。深田雪乃喊道。敌人如果从这医院顶层突入的话。苏无忌沉声打断。顶层不用担心。此时医院顶层，这里已经躺着10几个尸体了。一个挺拔的身影手持长刀，静静地站在尸体中间，正是苏念。而他的对面还有一个浑身笼罩在黑衣中的武士，身上透着危险的气息。这武士居然是手持双刀的。这双刀武士眼神阴狠地说道。虽然你年纪轻轻便有如此刀法，实在是让人震惊，但敢挡领风组的路，你今天必死无疑。挡领风组的路。苏念冷冷一笑，语气里满是嘲讽。要不是山本组不屑一争，你们领风组算个屁！